了四星山頂，感覺這個雨下不停哎，而且山裡面都沒有其他的車。这家租車的地方是在 Tokyo Station 八重洲商場地下室這邊。這家店叫 Orix Rent a Car， 他們在東京很多地方都會有租車的小店，然後你只要在店裡面直接付錢，給他們看你的護照信息以及你的國際駕照。在我們辦完手續過後呢，店員小哥哥就帶我們來到停車場取車啦。這個停車場就是在他們店的下面。取車之前呢，就會做一個車的檢查，哪裡有摩擦啦，哪裡有一些車的一些問題，都會提前告知，還會用手電筒照這個車，告訴我們哪裡已經有摩擦了。車裡面呢就是這樣啦，非常乾淨，完全沒有異味。整個租車的流程呢非常嚴謹，日本人做事情真的非常的仔細。遠哥在適應這輛車，看看要怎麼樣使用。要怎麼樣使用？怎麼樣使用？我們這次住的地方呢是在銀座的Aloft Hotel 那邊，很靠近我們租車的地點，然後我們住的地方也非常的方便，就在银座附近。我們到了我們酒店附近的 Times 停車场，这個停車場是可以停24小時的。如果是從晚上8點到早上的8點的話呢，就是2400日幣，這個是夜間的價錢。來到了昨天我們停車的地方，離酒店就是差不多10米遠。現在我們要繳費，我們的 parking fee 是2400日幣。出發啦！我們現在從東京銀座出發，預計是大概1個小時50分鐘左右會到達我們在富士山爬山的入口，也就是富士宮五合目停車場那邊。我們定位是定到這邊。我们现在是到了富士山這山腳下的一個小城鎮，大事不妙，現在天氣非常的不好，一直在下雨，而且完全看不到富士山，能見度非常差。感覺這個雨下不停而且山裡面都沒有其他的車，這能見度太差了。如果我們上山的話，根本是看不到什麼風景，一路都是灰蒙蒙、霧蒙蒙。我感覺就算到了山底，山頂上也看不到什麼東西。Maybe going out. Maybe out. Another way. No parking. No parking. No parking. 全部向こう、全部向こう。何て言ったらいい？無料。1時間無料。exit。exit。straight。Okay. Thank you。哇，外面都是霧蒙蒙的。這是他那個大巴。啊，這是那個接駁車嗎？對，上山的大巴。上山的接駁車。對 ，shuttle bus。你看這外面霧蒙蒙，可是接駁車那個門口啊，還有停了一隊人在那排隊要坐車上山。富士宮口，我們現在呢離那個爬山的登山口富士宮口有15公里。Fujinomiya Road。現在是又雲又雨又霧的，這個天完全能見度差到一個極致，所以我們決定今天先不爬山了。明天我們看看，如果天氣好了，我們再回來。
很多人來東京自由行，都會順便安排1-2天來箱根。從東京開車大約2小時，不算太遠。而且這裡有湖、有溫泉、有火山，還有天氣好的時候一定會出現的富士山，所以一直都是很受歡迎的度假勝地。我們的第一站就是蘆之湖，別看它現在這麼平靜，其實這裡是大約3000年前箱根火山噴發之後形成的火山湖。來到這裡，最經典的體驗就是搭海盜船，是不是很像《海賊王》裡面的海盜船呢？坐上了 One Piece 的海盜船、海賊船，它也成為箱根最具代表性的交通工具。天氣好的時候啊，從船上還可以看到富士山，可惜今天它還是躲在雲裡面。不過一路上的風景還是很漂亮，兩旁都是山林，湖面也非常平靜，慢慢吹着風，真的很舒服。船開到一半，左手邊就會看到箱根神社最有名的紅色鳥居，很多遊客都會專程走到岸邊拍照。不過從湖面看上去，我反而覺得更有感覺。以前的人就是搭船來到這裡參拜，所以這個鳥居也象徵着進入神聖區域的入口。到達桃園台港，我們坐的這艘船是往返的，所以每一個港口都有停靠。我們現在在纜車上面也是買的往返票，這個往返票都是各3000日幣。現在我們要去到在箱根的火山，我們這個纜車呢是可以越過火山，看到底下的硫磺，火山的硫磺。這個纜車竟然是沒有空調的，它是靠風扇還有透氣窗運作的。我們坐纜車要靠近大陽谷的時候，就可以聞到有非常重的硫磺的味道。大陽谷就是它底下，它是一個活火山口，它有很多硫磺的煙，硫磺的口可以這樣冒出來，咕嚕咕嚕咕嚕的煙。剛開始一路上都是樹林，不過纜車越往前，眼前的景色突然完全變了，開始看到山谷不斷冒着白煙。空氣裡也慢慢聞到了濃濃的硫磺味，第一次看到的時候真的會有點震撼。這裡就是大永谷，它是幾千年火山噴發之後留下來的火山口遺跡，到現在地底下還是不斷釋放高溫蒸汽，所以整個山谷一直都冒着白煙。看進來哦，他不是說不黑嗎？還挺黑的嘛。大永谷的名物黑雞蛋，这雞蛋是500元4粒。味道嘛，沒什麼特別的。這個黑雞蛋的形成很有趣。普通的雞蛋呢，放到溫泉水100度的這個溫泉水裡面煮，大概15分鐘，然後它的溫泉水裡面的一種物質就會附着在這個雞蛋上面，它會變成黑色的啦。聽說呢，吃了這個雞蛋就會延年益壽哦。高原牛奶。離開大永谷之後，我們繼續搭纜車來到最後一站，這裡居然有免費的溫泉泡腳池。走了一天，把腳泡進熱乎乎的溫泉裡，真的舒服到不想起來。一邊泡腳一邊看着山景，什麼都不用做就已經很享受了。結束纜車之後，我們回到港口，繼續開車來到雕刻之森美術館。它是日本第一座戶外雕塑美術館。整個園區像是一座公園，很多大型雕塑直接放在草地、樹林之間，可以一邊散步一邊欣賞，還有不少作品可以互動體驗。所以除了情侶之外，也很適合帶小朋友一起來玩。館內還有一個很受歡迎的畢加索館，收藏了300多件畢加索的作品，
沒想到來到箱根，也有機會近距離欣賞這位藝術大師的作品。這一間 gallery 又是一個 art gallery， 又是一間咖啡，又是一個 hotel， 很特別。在外面呢，桌子很漂亮的桌子，又像展品，又像咖啡裡面的座位，充滿了藝術氣息。這是一個有點現代合適的感覺，然後外面就是樹林，我們就在這個深山裡面，深山裡面的一個住宿，周圍都是森林。我們現在就先去找吃的，然後明天早上希望天氣很好，我們就出發去爬富士山了。這房子有點年代了，有木頭的味道，有點潮的味道。現在大概是5點鐘，山裡面呢溫度變低了，下了雨。馬上就要天黑了，所以我們趕快吃完飯就回到我們的酒店休息。吃晚餐的地方在箱根找了一家鄉土料理，是一棟獨棟的房子。这裡的裝修風格非常的日式，然後價錢非常的便宜，都是一些定時套餐。這家店呢是由一對老夫妻經營的，非常本土的一家店。豬排飯套餐，炸豬排，蠻大一份的，而且他給的飯超多。這樣一份才1300呢，你敢信嗎？1300。哇塞，是的，好滿足，好滿足。這個飯，這個是來日本吃的最滿足的一餐，這一次最滿足的一餐。便宜大碗不貴，好吃，而且非常的地道。就是在那種傳統的木屋裡面，一對老夫妻經營着他們的小店，然後裡面有很多食客都是本地人，非常舒服。河底麦地，这裡吧。这晚上到了過後，有好多鳥的聲音，各種野生動物的聲音。馬上就天黑了，回到我們充滿藝術氛圍的小店。我們住在一間博物館裡面，關店了還可以在這邊逛一下。我是妮妮江，喜歡從生活中發現美的感動。